大使馆你知道怎么回事吗？那个外交豁免权你知道吗？我这些就是我觉得呢，这些呢我都不知道。但是我就知道你在这儿占道，马路占道了。一个10岁的学生吧，10岁的小学生，都应该懂的。反正这些名呢，我看了看呢，就和这个就许家印可以和他比。嘿，好，就是许家印呢，有的名头，他基本上也有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指金城下的胡同。这一期呢，听北京胡同周哥说一下北京大妈遇袭一事。周大哥呢，起底了遇袭的各种行为，并逐一评说，看看北京大爷是怎么说北京大妈的吧。大哥好，挺好啊。今天咱来天坛公园了，这不是凉快吗？这个昨天下雨，今天这个凉快。行，这个6月份实际上啊，和去年的那个温度差不了多少。差不多少？对，就是今年最高的，现在目前报的是38度啊。去年呢，在这个16、17号，连着2天就是在39度、40度的。是吗？啊，就整体的温度，今年和去年的温度整体的差不了太多。今天说点什么？今天说不是就现在网上炒的这个，说是北京的这个于大妈，就是咱们网上看呢，就是现在呢有很多的版本啊，就是挑出来以后呢，就觉得呢，他呢就是开车违章的占道，对，影响了别人，这个事儿肯定是真的，是，而且呢，人家给他指责的时候呢，就是他呢这个对这个，人家呢就是呢，不屑一顾的。就拿出了他那个是打着是官腔啊，官腔，还是他是这个有权势啊？说什么这个大使馆你知道怎么回事吗？那个外交豁免权你知道吗？我这些就是我觉得呢，这些呢我都不知道。但是我就知道你在这儿占道，马路占道了。一个10岁的学生吧，10岁的小学生，都应该懂的。是因为咱们网上经常看那小学生写作业，下的时候和家长出去了这个家长呢，开着车呢，带着他呢，随便的停车。对，这学生给家长指出来说，这个地儿没那个画着牌子不能停车。这个把这个车里的一些这个垃圾啊，对，随便往窗外抛。对，这小孩呢，完了最后呢，就是呢，对家长呢提出批评呢，并写出作文。受到了这个老师同学们的褒奖。就是这么一件事呢，就是连一孩子都懂。你呢？就是这北京大妈呢不懂，完了网上呢，关键是呢翻出他来呢，就是呢他这个还有点这个来历，他是一个什么亚太空间合作组织的秘书长，对，而且呢网上不断有人就说出来了，他呢是这个全国的这个优秀党员，航空领域的什么先进工作者，没错，反正这些名呢，我看了看呢，就和这个就许家印可以和他比。嘿，好，就是许家印呢，有的名头，他基本上也有了，也有，而且呢，他享受这个国务院的这叫特殊津贴。这个事情呢，是不是真实？网上是这么说，对。但是如果我觉得评为了他这么多的头衔，那他享受这个国务院的津贴就应该。对。所以说呢，他出来的呢，这个说话呢，就是财大气粗的。但是呢，你作为一个司长，作为一个秘书长，你是国家的公职人员，对，属于公务员。公务员呢出来呢，就是呢，在咱们这和谐社会里呢，应该起一个表率的作用，对吧？对，你这面呢，就是呢，违章完了去怼人家呢，就是不好。这面呢，咱就先说说这个大使馆，我们不懂。但是我想问问你，这大使馆是你自己领的这个执照自己开的吗？应该不会对吧？这外交豁免权呢，应该是呢，你这个和外国有这个交际，你出国以后呢，享受的一种待遇。你在这个国内呢，这是中国，对吧？你是中国人，在中国你就别提什么外交豁免权了。而且呢，他呢，在这个跟他一起的呢，有的网友说他是男闺蜜。还牵着一条狗，有的说是她老公，这些都不关键。对，关键的是呢，你呢违章停车呢，挡碍了别人的事儿，人家说你呢，你就挪开，你别说那些乱七八糟的。没错，对吧？你说那么些乱七八糟的，现在网络很发达的，人家给你招来了多少不是？
后来呢，在网上查呢，啊他还当过国家那个就是这个航天啊系统的工程处的工程司的司长。哦，这面就联系起来了以后呢，知道吧？他历任了这么多的这个，当了这么多的差，就是这先查查他有没有腐败问题吧。真是因为我的对这个网上说的呢，一提起工程，我就联想到腐败，嘿，就是10个工程10个腐败。哎，如果他这个当这个头儿，他在这里头没贪污腐败，就是在外头他就应该很低调。后来呢，还有的这个网友呢扒出来呢，就是他的前同事，就说呢他的人品极差，哦，在单位呢对头呢是溜须拍马，哦，对底下呢就是怎么说呢，媚上欺下，没错，就是凭他那个，咱就说起来，凭这个长相，他是不是北京人？这个我打一个问号啊，对吧？因为呢，不是说是这个北京就没有这种人，但是呢，北京就像什么他这种地位的人，什么这个秘书长啊，什么司长、局长啊，那是一抓一大把。对，有的是，没错，人家呢都要出门呢，都知道要低调，是因为你是一个社会人，对，对吧？你作为一个公家人，你就得呢，做事呢，说话呢，言行律己，没错，你不能瞎说。而且呢，通过这件事呢，交通管理部门最后说的是呢，对他处罚了。嗯，他这个车是大使馆的车嗯，大使馆的车也就应该说是公车。对，但是现在呢，北京的这个交通呢，就是这么拥挤，老百姓呢说领一个牌照呢都非常的那个费劲，等5年都不见得领到一个牌儿。真是，但是他呢就是公车私用，对吧？他出门是礼拜天，对，他呢开着公家的车，而且呢他呢就是违章，对，他满不在乎。这样呢，我就是说交管部门查一查，他的车的牌照肯定是真的，但是他们怎么取得的这个牌照？对，他他是经过他这个七国这个亚太这个空间组织取得的，还是从什么渠道取得的这个车牌？我觉得应该给他收回来了。对，因为呢他是公车私用嘛，咱们这个上边这个原则，政府的原则对也是对这个是严厉的这个惩处他。既然呢初心没了，那就自己辞职回家吧。也不要在什么网上去什么做那个道歉了。大家的呢网友都说呢，他呢不诚实，对，不真实，对，不接受他的道歉。不接受，而且呢，还有的这个昨天呢，发现就是一个网友说呢，所谓的他这个空间组织啊，就是一个野鸡组织，哦，知道吧？就是他呢，肯定的是呢，就是这么多年来，因为那个社会上行骗，就是各种骗工程，骗这个投资，骗这个出国，就是好些的这些和境外有关系的这些组织。这个呢也有可能，为什么呢？你想想他这个亚太空间组织的这几个国家，他这些国家，你觉得他能够搞出什么空天航天的这个大本事来？对，所以说呢，人家说他就是一个挂了这么一个名儿，肯定这萝卜章也没少干。出去呢就是呢怎么着？不敢说是他这是骗，就是咱们说的这个于大妈呢，之前身上所有的光环，不代表现在你干的就是正事儿，是，这对吧？因为呢，他这个现在他这个组织呢，就是那个组织章程呢，就是说呢，好像是接受什么这个捐款捐物，而且呢，这捐款捐物呢，都是说呢，这由这个于大妈个人收受处理，不再经过什么上边别人和任何组织的审核，这个呢就肯定就是腐败了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通过这件事呢，就是呢好好做人，这个言行律己，说话出去的别出圈，是因为网络很发达，对这些事情呢，就是老百姓有人知道，对啊，很多人就是知道了不说，你呢自己呢就是应该呢好自为之，辞职了吧？行，谢谢铁刚，谢谢大哥。
为什么于琦一事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？我觉得还是反映出一种社会现象，不只是辞职这么简单。不忘初心不是说说而已，应该实际做出来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对此您怎么看？欢迎大家留言评论。